灰姑娘身穿华丽礼服，刚刚走下马车就惊艳了全场。而当她微微抬眸，就撞上了王子炙热的眼神。舞会上人群熙熙攘攘，前来找灰姑娘搭讪的更是络绎不绝。她只好逃到花园中散心，王子就出现在她的眼前。Why would you look for me? Out of concern, of course. People tend to get lost in this maze, sometimes even for months. So why save me? After all, you wandered in here, all alone. 可两人还没聊上几句，即将与王子订婚的女人就找了过来。灰姑娘只好先道别离开，但王子却拉住她的手。Please. 但女孩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摘下面具，只是落下轻轻一吻便匆匆离去。王子迟迟没有回过神来，而未婚妻此时已经迷路，快要发疯。听到他的哭喊，王子才找了过来。但这时匆忙逃跑的灰姑娘掉落了一只水晶鞋，她正准备捡起时，王子和未婚妻已经朝着这边走来，但未婚妻还是发现了地上掉落的水晶鞋。王子刚刚在与舞会上最美的女孩在一起，嫉妒使他发疯，当场解除了与王子的婚约。而王子捡起了地上的水晶鞋，此刻他心心念念的只有刚刚落荒而逃的灰姑娘。但他怎么都想不到，他们的缘分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小女孩奥罗拉被继母的2个女儿捉弄，不小心掉进隔壁的庄园里。她尝试借助藤蔓爬回去，但力气太小，根本做不到，只好尝试从庄园的大门离开，但却一不小心迷失在一座花园迷宫中。在她失落无助时，一个男孩走进了她的视线。Hello. Have you been here for long? 男孩斯蒂安是这座庄园的小主人，热爱阅读的他也喜欢创作自己的小说。在对话间，奥罗拉被对方的谈吐和才情深深吸引。在得知了奥罗拉被困的缘由，斯蒂安贴心的带她离开，那就是一直沿着左边走。出了迷宫后，斯蒂安把自己写的小说送给奥罗拉。Just read it and come back tomorrow. But only if you like this story. I already know I will. 少年的轻轻一吻，深深烙印进了奥罗拉的心中。她满心期待着明天的相见，却不知自己的生活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Your papa's had a heart attack. 女孩躲在门后，看着爸爸与家庭教师在房内交谈。然而当家庭教师转过身来时，衣服却早已解开。女佣赶紧将女孩带走，关上了房门。母亲就因为难产去世，作为钢琴家的父亲一手将她带大。奥罗拉从小热爱钢琴，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奥罗拉每天都在快速的成长。然而就在父亲即将巡回演出之际，家庭教师突然在此时提出想要离职，而为了让年幼的奥罗拉有人照顾，父亲极力的挽留对方。看到这里，奥罗拉就被女佣带走。然而当她回到房间后，就看到老师的2个女儿正在她的房间里乱动她的东西，还趾高气扬地告诉奥罗拉，她的父亲很快就会和他们的妈妈再婚。可没想到几天过后，家庭教师竟真的成为了她的继母。一开始继母还惺惺作态，伪装得很好，可当父亲心脏病发的时候，却将奥罗拉拦在病房外不让她进去，甚至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而在父亲去世之后，继母就立马露出了本来面目，她只能住进狭窄的阁楼，而她用来练习的钢琴也被狠心的继母搬进储藏室。继母还准备将房子改造成酒店来赚钱，甚至让年仅10岁的奥罗拉辍学，全职在家里打工养活自己。 No one's rushed to claim you. So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you're in my custody and these are my orders. 他本想去找隔壁的斯蒂安倾诉，斯蒂安一家已经搬走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回到家后，奥罗拉在窗台上画出黑白琴键，她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于是便继续这样练习。8年后的奥罗拉出落得亭亭玉立，每次趁着外出采购的机会，她都会偷偷来到储藏室练习钢琴，而采购的任务就交给了市场上2个穷苦的孩子，也让他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奥罗拉繁忙充实的生活着，就在这天，她突然发现隔壁庄园的邻居搬回来了。多年来，她一直期待着这一刻的出现，直到看到那个风度翩翩的身影，奥罗拉一眼便认出了对方。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很快，酒店就接到了隔壁庄园的订餐，她有条不紊地打包好餐食。奥罗拉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走进庄园，当她看到站在阳光下的斯蒂安，便确认了对方就是10年前令自己心动的男孩。 Can I help you? I'm from the villa next door. Do you remember? 奥罗拉满怀期待的上前，但遗憾的是斯蒂安并未想起他是谁，也就没再理他。奥罗拉感到十分失落，竟将他忘得一干二净。爱情没了着落，奥罗拉决定将所有心思放在学习上。她也终于存够了音乐学院的学费，准备去报名参加招考。结果却因为她10岁后就没再接受系统学习，学校拒绝了她的报名。一想到要与音乐梦想失之交臂，会让死去的父亲失望，奥罗拉心碎不已。而在恍神间，竟又遭遇了车祸。 女孩意外被车撞倒，肇事司机竟是她10年前的初恋，但对方却早已认不出自己。Throwing money at a problem doesn't always solve it. Sometimes it's just plain rude. 奥罗拉想不明白，曾经那个儒雅绅士的男孩，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精明市侩的模样？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回到家的奥罗拉一边处理着伤口，一边哭泣，只因他被梦寐以求的学校拒绝。坚持了这么久的音乐梦，此时的他却连门槛都迈不进去，才发现一直以来都是自己自作多情。于是他只好收起心思，回到工作中。这天，公寓入住了一位百万富婆。库珀老太太无限期定下一间豪华套房，并且指定自己之后的一切事务都只与奥罗拉对接。由于对方给的很多，继母也没有从中作梗。然而在奥罗拉为库珀太太整理房间时，恰巧听到他与律师的交谈。原来库珀太太与斯蒂安家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听到斯蒂安的名字，奥罗拉还是会忍不住的关注。又听见继母与2个女儿窃窃私语。最近酒店来了不少条件优秀的绅士。Bushy eyebrows like Stalin's. You can pluck them out once you're married. Who's Stalin? 继母提醒2个蠢货千万不能错过，于是让他们开始在前台站岗，这倒是减少了一些奥罗拉的工作。而此时的斯蒂安为了拿下合作，还故意安排媒体拍摄照片，炒作2人的绯闻。于是斯蒂安想请奥罗拉家的酒店来承包餐食，然而当继母得知后，立马准备让自己的2个女儿去负责。谁知斯蒂安点名只要奥罗拉，还额外追加了一份酬金，看在钱的份上。然而到了宴会当天，奥罗拉亲眼看着斯蒂安对生意伙伴的女儿蒂娜百般讨好，内心还是忍不住一阵失落。斯蒂安向奥罗拉表示感谢，并送他们离开。结果此时奥罗拉撞到一旁的梯子，上面的转头直直砸下，结果自己被梯子砸中，滚下了阶梯，直接陷入了昏迷。奥罗拉摸到他后脑勺的血迹，慌张不已，又让大厨立马去请医生，自己留下来照顾斯蒂安。意识模糊间，斯蒂安这才想起了那段尘封的记忆。奥罗拉也终于开心的笑了，原来对方并没有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内心对斯蒂安的态度又渐渐发生了转变。之后的时间，奥罗拉总是不自觉地望向斯蒂安的家，看着他一点点的康复，就已经十分满足，却被朝夕相处的库珀太太发现。而在老太太的八卦下，奥罗拉也没忍住，跟他说出了自己与斯蒂安的故事。80岁的老太太也开始磕起了 CP， 甚至为了让自己磕的 CP 在一起，老太太还付出了不少努力。穿上束深衣的女孩就快要喘不过气来，但只有这样才能让礼服穿出更好的效果。奥罗拉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只好拿出妈妈的婚纱改造，然而藏在蓬松裙摆下的却是一双老旧的帆布鞋。可爱的搭配不免让库珀太太笑出声来。她知道奥罗拉没有高跟鞋，便让她去自己的鞋柜随便挑选。可没想到奥罗拉的脚实在太小，她将报纸揉成一团塞进鞋子，勉强穿上却也根本走不了路。于是库珀太太立马带着奥罗拉来到百货商店挑选鞋子。只是穿34码鞋的奥罗拉根本找不到尺码合适的高跟鞋，却撞上10年前的初恋带着未婚妻来逛街。结果女人张口就讽刺奥罗拉，说她怎么又来这里打工了。奥罗拉还没来得及解释，也没能和斯蒂安问好，未婚妻就匆匆拽着斯蒂安离开。而磕 CP 的库珀太太此时站出来，她坚定不移地认为奥罗拉和斯蒂安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库珀太太得知斯蒂安要在家中举办一场加冕舞会，她认准这是一次完美的机会，让奥罗拉与斯蒂安修成正果。而斯蒂安为了筹备舞会忙得不可开交，得到消息的继母找上门来，想要承包这次舞会，但斯蒂安认为他的酒店规模太小，拒绝了。半岛管家偷偷顺走了3张舞会门票，准备带着2个亲生女儿来钓金龟婿。2人拿着偷来的门票，在奥罗拉面前炫耀，但库珀太太自然不会让他受这种委屈。Can you check what it is? I don't know what I did with my glasses.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帮奥罗拉拿到了舞会门票。然而到了舞会当天，继母又开始使坏，将所有事情都安排给奥罗拉一个人做，还让奥罗拉来熨烫他们要去参加舞会的礼服。结果当奥罗拉回到房间时，却发现2个姐姐又在她的房间捣乱，还穿着她精心改造的礼服，随后幸灾乐祸的离开。奥罗拉看着破碎的裙子心痛不已，因为这曾是她妈妈的婚纱。好在这时库珀太太宽慰她， Hell, it's the same dress. You can't wear it, but it still holds the same memories. 随后库珀太太便使出超能力，带着奥罗拉来到电影制品厂，找到她的专属造型师，为奥罗拉打造今晚惊艳全场的造型。一条碎搭配上为她专门定制的水晶鞋，注定要成为今晚的焦点。被幸福冲昏头脑的奥罗拉并未意识到库珀太太对自己好的实在过了头，而老太太这么做并不是毫无原因。原来在不久前，奥罗拉偷偷在储藏室练习钢琴时，琴声吸引来了库珀。然而当她看到钢琴上的那张照片时，瞬间愣在了原地。她不敢置信，眼前美丽可爱的女孩竟是她的外孙女。当年她不同意女儿与奥罗拉的父亲在一起，一气之下与他断了往来，直到女儿去世也没能再见一面。而他也根本不知道女儿当年怀有身孕，更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外孙女活在世上。在请律师调查证实后，库珀确定奥罗拉就是自己的亲外孙女，但他却不知如何开口说出真相，只能暂时陪在她的身边。就这样，换上礼服的奥罗拉坐上白色汽车出发前往派对现场。名流云集的假面舞会，一辆独特的马车缓缓驶来，而马车上的女孩更是散发着耀眼光芒，惊艳四座。奥罗拉用她出众的气质
以及独特的出场方式，瞬间吸引了王子以及在场所有绅士的注意。而他们都不会想到，罗拉的车在前往舞会的途中突然抛锚，没办法的他只好去租了一辆马车，但车夫告诉他，他必须在马厩关门前带马儿回去，所以奥罗拉也必须在午夜前离开。来到假面舞会的奥罗拉，眼神始终跨越人群落在斯蒂安身上，而斯蒂安也不自觉地被奥罗拉所吸引，全然忘记了自己举办这场舞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即将成为未婚妻的女人开心。随着音乐响起，舞会也终于开始了第一支舞，但他们的目光始终都在彼此的身上。片刻过后，众人都来到屋外欣赏绚烂的烟花，奥罗拉也在此时缓缓走到斯蒂安的身旁。Would you care to dance? How unconventional. I thought you always invited me. 两人在美丽的夜色下携手共舞，成为了今晚最耀眼夺目的风景。一曲结束后，众人为这对郎才女貌的璧人献上掌声，但未来未婚妻却醋意大发，上前挽住斯蒂安的胳膊宣誓主权，而奥罗拉也只好尴尬地逃去花园散心。斯蒂安会不会追上来时，他已经出现在了喷泉的另一边。斯蒂安此刻的内心万分纠结，他知道自己对眼前的女孩一见钟情，但另一边的未来未婚妻蒂娜又是关系到家族生意的关键，而了如指掌的奥罗拉看穿了他左右摇摆的内心。 About tomorrow morning, are you going to feel the same way about our encounter? When you're back being with someone else? Aren't you involved with someone? 而此时的蒂娜也在到处寻找着斯蒂安的身影。继母看到后，好心提醒她去花园看看。继母拿着偷来的邀请函，带了2个女儿来参加舞会。为了找到金龟婿，所以对斯蒂安的行踪了如指掌。不过看着2个女儿呆呆的样子，她也算是瞎操心了。而当蒂娜找到花园时，却发现了一只掉落的水晶鞋，气得蒂娜当场就要和斯蒂安解除婚约。这对斯蒂安来说，不知是噩耗还是一种解脱。他捡起地上的水晶鞋，脑海中还在不断回想着刚刚那个甜蜜的亲吻，也无比想要知道灰姑娘的真实身份。所有人都要摘下面具，但此时的奥罗拉却提起裙摆奋力奔跑。灰姑娘跑掉了一只水晶鞋，她顾不上去捡，提起裙摆如同在逃公主般跑回了马车。 Come on, miss, take your mask off. Miss, you promised. Take off your mask. I'm sorry, I can't. 奥罗拉始终不愿意露出她的真实样貌，乘着马车离开。而此时的斯蒂安王子拿着那只掉落的水晶鞋站在原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这个让他心动的女孩。 穿着华丽的奥罗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阁楼，甜蜜的同时又多了一份担忧。她不敢告诉斯蒂安自己的真实身份，害怕对方知道今晚心动的女孩竟是隔壁酒店的服务员会很失望。 I didn't realize it would have been so hard to admit that you're nobody. It's going to be even harder as time goes by. 奥罗拉非常喜欢今晚的感觉，但装扮好的灰姑娘始终不是真实的她自己。时间一到，她还是要脱下礼服，似乎只有剩下的那只水晶鞋才能够佐证这美好的一切不是一场梦境。而另一边的斯蒂安也在看着手中的水晶鞋，绞尽脑汁，要怎么才能找到女孩的线索。最后还是懂行的妈妈一眼就发现了鞋底的标签，这双鞋是由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斯蒂安瞬间抓住了希望。 而此刻在窗台练琴的奥罗拉正好看见对面的斯蒂安准备出门，奥罗拉骑上他的小摩托跟了上去。2人在堵车的时候成功遇上了。奥罗拉主动搭话，她此刻内心无比激动和紧张，这还是2人在吻别后的第一次相见。然而斯蒂安却根本没有将眼前的奥罗拉与舞会上的心动女孩联想到一起。此刻的奥罗拉在他眼中不过是隔壁酒店的服务员而已。正当奥罗拉鼓起勇气想要摊牌，深入聊聊那晚舞会的事实，结果斯蒂安却认为对方在伪，自己没有雇佣他们来舞会服务而生气。而斯蒂安还有急事就先走一步，他带着那半只水晶鞋来到电影厂，找到了定做鞋子的工匠，想要找到这双鞋的主人到底是谁。但鞋匠却十分有原则，始终不肯透露顾客的身份。不过看在斯蒂安长得帅气的份上，还是给了他一个提示。 You two seem a good match. Excuse me. Yes? What's the matter? Cat got your tongue? 自从在舞会上被灰姑娘惊艳过后，斯蒂安就无法将她从脑海中抹去。他四处寻找线索，却不知道女孩其实就在他的身边。回到家后，斯蒂安收到一封音乐会邀请函，他笃定是灰姑娘的邀请，立马盛装出席赴约。看到一个长发及腰的背影，满怀期待的上前，却没想到是隔壁家的奥罗拉，不免让他有些失望。而奥罗拉也敏锐地察觉出他的失落。这2张音乐会的邀请函是库珀太太帮他弄到的，但现在斯蒂安的心里只有那晚让他心动的灰姑娘，这让奥罗拉终于忍不住想要说出真相，告诉他自己就是那晚的灰姑娘。结果这时却被一位教授打断，原来教授是奥罗拉父亲的朋友，不久前曾给他寄了一封音乐学院的招生函，但却没有得到奥罗拉的回音。可奥罗拉根本没有收到信，他意识到一定是继母在从中作梗，
而继母被发现也干脆不装了，还继续使唤奥罗拉去干又脏又累的活。失去双亲的奥罗拉摆脱不了继母的控制，只能委屈地躲在房间里哭泣。而另一边的斯蒂安正在派人调查库珀太太，想要抓住一些把柄，让他能退出商业竞争，也没有发现对方公司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不过关于私生活的丑闻倒是有一件，传闻库珀太太多年前抛弃了他年轻的女儿。记者认为曝光这件事一定会让库珀太太的声誉受损，但斯蒂安却认为这样并非君子所为，所以没有让记者报道。结果第二天新闻还是登上了报纸，还刊登了库珀太太与女儿的照片，而提供新闻的继母也贴心地将报纸送到了奥罗拉的面前。突然的真相让奥罗拉一时无法接受，她躲回房间，默默地看着母亲的照片。这时库珀老太太也过来向她解释，因为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曾生下一个孩子。而得知了奥罗拉的存在后，她也一时没能够说出真相。但在导致她难产去世，而一直蒙在鼓里的奥罗拉，此刻只感受到外婆隐瞒真相的背叛。她暂时还不打算原谅对方，外婆只好搬离了酒店。不过她与一直照顾奥罗拉的厨师和女佣约定，自己也能在暗中好好保护外孙女。就在奥罗拉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时，这天她竟突然收到了斯蒂安的邀约。富二代第一次骑着小摩托，带着邻家女孩兜风，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奥罗拉感受着徐徐的微风，以及斯蒂安有点烂的车技，他们一起来到河边聊天谈心，随后又玩起了转圈圈的游戏。夜幕降临后，斯蒂安带着奥罗拉来到一家餐厅，这不禁又让斯蒂安想起那晚戴着面具与他共舞的女孩。 Are you thinking about that mysterious woman? What? How do you know?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斯蒂安怎么都想不到，心心念念的女孩就在他的眼前。然而此时的奥罗拉还没有勇气承认。来到餐厅后，斯蒂安鼓励奥罗拉为大家弹奏一曲。他还记得小时候，每当他写作时，都能听见隔壁优美的琴声。而奥罗拉一曲完美的演奏，也终于让斯蒂安看到了他闪闪发光的一面。然而当两人正准备用餐时，一批记者冲进来拍照。原来是斯蒂安最近频频上报，大家都对他愈发感兴趣。斯蒂安立马带着奥罗拉躲开了狗仔记者的跟拍，为了躲与两人钻进桥洞下，两人的距离也在慢慢的靠近。然而在最后一刻，斯蒂安还是停下了。 I'm so sorry, really.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me. Please don't get offended. I'm not. I have to tell I'd you. hate to ruin things between us. You've been such a great friend and confidant. 斯蒂安的一句朋友直接划清了两人之间的界限。让奥罗拉苦恼的是，斯蒂安爱上的竟是另一个自己。终于到了奥罗拉最期待的日子，正是他21岁的生日。父亲当年为他购买了信托基金，等到他满21岁后就可以使用。结果这时继母不仅卖掉了他的钢琴，还告诉他的信托基金早在多年前筹建这家酒店时就用光了。不过他还算聪明，留了一手。 Did I forget to tell you? I have a copy, so it'll be easy to check. 于是没过一会，继母就来到奥罗拉的房间偷文件。然而此时继母的手中还拿着一样更重要的东西。继母将灰姑娘的水晶鞋摆在了桌面上。斯蒂安这时才知道，舞会上让他心动的神秘女孩竟然就在自己身旁。奥罗拉本想解释这一切，但继母此时却编造出一个巨大的阴谋。她告诉斯蒂安，库珀太太就是奥罗拉的外婆，因为斯蒂安是库珀太太的商业竞争对手，于是安插奥罗拉去斯蒂安身边做间谍以及生意往来。但奥罗拉反驳道，她从未跟斯蒂安聊起任何有关生意的话题，只是被愤怒和背叛冲昏头脑的斯蒂安，此时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了。 Please try to understand. I thought the truth would only disappoint you. Yeah. You were right. I've never felt so disappointed. 斯蒂安决绝地转身离去，奥罗拉也彻底断了希望。奥罗拉决定不再忍受要搬出去住，而从小照顾她的女仆和厨师也坚定不移地站在她这一边，收拾了行李和奥罗拉一起搬了出去。从此，厨师开始摆摊做起了小生意，而其实奥罗拉的外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为了让奥罗拉的音乐梦想会就此荒废，外婆去买了一架全新的钢琴，还特意要求老板将琴做旧。但奥罗拉回到家时，看到这台二手钢琴都惊呆了。他们希望奥罗拉能够继续练习音乐，继续去实现她的音乐梦想，能够变得像她的父亲那样厉害。而且上次那位教授又送来一封招生函，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入音乐学院学习。奥罗拉也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于是她激动地来到学校面试。外婆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这让奥罗拉瞬间意识到，这次的机会都是外婆在背后的安排。气头上的她竟准备当场离开，这时外婆上前拦住了她。 Don't let pride ruin your dream, Aurora. 外婆的一句批评
瞬间点醒了奥罗拉，她的确不应该因一时义气而葬送了自己的梦想与前程。于是她回到钢琴前，演奏了那首有父母共同谱写的曲子。即使对他们的怀念，悠扬婉转的琴声传出了教室，也让外婆感动不已。奥罗拉出色的演奏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外婆也决定先偷偷离开，不让奥罗拉生气，也想要对外婆说声感谢。此刻的奥罗拉终于能平心静气地听外婆的解释，两人也终于冰释前嫌。另一边的斯蒂安由于觉得被奥罗拉欺骗，竟一气之下决定继续之前的商业联姻，开始筹备与蒂娜的婚礼。但其实他此刻的心里心心念念的全是奥罗拉。就在婚礼当天，斯蒂安收到了一封音乐会邀请函，表演者的姓名引起了他的注意，就连出发去婚礼现场时，都会不断的想起那份邀请函。结果这时车子又被堵在半路，焦躁不安的斯蒂安眼前不断闪过那个名字。 I'm sorry. I can't do this anymore.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I realize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I'd always be disappointing you, Father. 于是他做下一个决定，逃婚赶往奥罗拉的演出现场。这场音乐会是为了纪念他已故的父亲。奥罗拉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怀念。而就在演奏结束的前一刻，斯蒂安终于赶到了会场。另一边的婚礼现场已经乱了套，不过他也认为斯蒂安在婚礼前结束这个错误的决定也算件好事。演出结束后，看到斯蒂安的奥罗拉显然有点意外，更不知道他是逃婚出来的。 I'm so sorry for ever doubting you. Can you forgive me? 两人终于向彼此坦白了自己的内心，也终于像王子公主般幸福的走到了一起。此刻的奥罗拉不仅收获了幸福的爱情，还有亲外婆陪在身边，一直陪伴她的朋友们也都在一起。她也通过法律的手段要回了那栋本属于她的房子。前10年的生活过得有些辛苦，但从此刻起，她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幸福的人生。